各位朋友大家好，清明上河图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关于密码这方面呢，我确实不太懂，不过我确实知道，在清明上河图的背后确实埋藏着很多的秘密，很多的秘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无从破解。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张择端，这幅作品创作的时间应该是北宋宋徽宗的宣和年间，他描写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一片繁荣昌和的景象，歌颂的是太平盛世，商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但实际上以上所说的每一点都有疑问，都不确定。作者真的是张择端吗？如果是的话，那他为什么如此的墨迹无名？作品的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是北宋呢，还是南宋？如果是北宋的话，是北宋的宋徽宗时期，还是其他的什么时期？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到底指的是节气，还是清平盛世？更让人起疑的是，张择端创作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简单的想要歌颂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吗？他特意在作品中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暗指伏笔，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是不是想以画进谏，提醒皇帝在盛世之下存在的种种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清明上河图就不再是一幅歌功颂德的上佳之作，而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盛世危图。难道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的背后所隐藏的密码吗？又或者这是后人的过度解读？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咱们先来说说张择端这个人。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张择端的记载总共只有85个字，而且这85个字全部是出于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张著，他并不是北宋人，他是北宋灭亡以后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人。张著在书画鉴别方面知识渊博，他最终也成了金朝内府收藏的掌眼者兼御府书画。换到现在呢，就是首席鉴宝大师，拿着鉴宝锤逮谁砸谁的那个人。张著曾经为清明上河图写过一个跋，在跋中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了张择端。他是这样说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本宫其介画，由仕于舟车市桥郭敬，别成家数也。按项氏评论图画集云：西湖征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亦宝之。大家不难发现，在这段话中只是说张择端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他是一名翰林，但是呢，这段话并没有表明张择端到底是哪一朝的翰林。他有可能是北宋的，也有可能是南宋的，甚至有可能是唐朝的。那么最终是什么将这幅画与徽宗朝绑定在一起呢？这还真不是在张著的这段话，而是在张著这段话的背后的几首诗。这几首诗呢，出自当时金朝的4个文人，其中有一个文人叫张公耀，他在诗中是这样写的：通衢车马正宣田，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传画本，生平风物正刊传。宣和正是宋徽宗的年号，这也是后世认为这幅画是作于宋徽宗年间的最主要的证据，也是最早的证据。但很可惜啊，这4位文人也就是写了几首诗，将这幅画与徽宗的宣和年间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他们的资料来源于何处，这4个文人也好，还是张著也好，都没有提及。不过好在呢，金朝与北宋间隔的时间并不长。张著做这个跋的时候是公元1189年，北宋灭亡是公元1126年，所以也就过了60多年的样子。或许这4位文人只是听说清明上河图是创作于徽宗年间。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这件事情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呢？本来不是应该很简单吗？张择端做了这幅画，他本来就应该在画的最后落款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自己的印鉴。而且如果真如这4位门人所言，这是献给皇帝的画作的话，张择端又是一名翰林，是专职为皇帝作画的，那么他呈送给皇帝的这幅画，不是更应该有落款、有印鉴、有创作的时间吗？毕竟这是你翰林的工作，并不是你闲暇时期自己的随随便便的习作。你得告诉皇帝这幅画是谁画的，总不能落款是你猜吧。
但偏偏就是这幅画中没有张择端的签名，没有创作的时间，没有印章，没有任何将这幅画与张择端联系起来的东西。这种现象如果是放在其他朝代的话，或许不足为奇。很多文人在完成自己作品以后都不署上自己的名字，这叫帅。但恰恰是在徽宗一朝，这种现象是非常的罕见。如果是对于翰林来说的话，那么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大艺术家，他提出在书画布局方面要做到诗书画印四位一体。这位大艺术家名叫赵佶，除了艺术家是他的专职以外，他还有一个干得非常糟的兼职，就是皇帝。他最后还得了一个庙号徽宗赵佶。诗书画印四项在《清明上河图》中只占有一项。那么大家想想，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三无产品怎么能够入得了徽宗赵佶的法眼？再者说了，赵佶不光是拥有做皇帝在权力上的权威，他在艺术方面也的确是大师级的。所以很显然，他对当时文人画师的影响力肯定是空前的。那如果他这样提倡四位一体，那下面的文人画师们一定会是纷纷的效仿，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特别是朝中的翰林，画画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又怎么可能交给皇帝这样一个残缺不堪的作品呢？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清明上河图》不像是徽宗年代的作品。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断，有些主观了。那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呢？刚才张著为《清明上河图》题的跋中提到了这幅画曾经被收藏于项氏的评论图画记。通过考证我们知道，项氏名叫项宗回，他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他是皇亲国戚，他的姐姐就是宋神宗的皇后项皇后。以前我们讲过，当年宋徽宗能够继承大位，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这位项皇后，也就是当时的项太后。当时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英年早逝，膝下还无子，所以只能从他的兄弟之中选一个人继承大统。当时的项太后不顾张敦等人的反对，力排众议，拥立了当时的端王赵佶登基，这才有了宋徽宗的今天。所以宋徽宗对项太后一直是充满着感激。宋徽宗继位1年以后，项太后就去世了，所以宋徽宗也就将自己的这份感激之情转移到了项太后的亲人身上，特别是对项太后的2个弟弟，其中一个就是项宗回。据专家考证，项宗回去世的时间应该是宋徽宗政和年代，也就是差不多公元1118年。宋徽宗总共有7个年号，其中有3个年号都是带和字的，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正和、重和和宣和。那么如果项宗回去世于正和年间的话，那么他编辑《评论书画记》这本书的时间肯定是在正和之前的几年、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他总不能是在自己快死的时候才开始编辑吧？那如果他是在正和之前的很多年才将《清明上河图》收入自己的画集的话，那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创作的时间甚至是更早，而绝对不可能是正和之后的宣和年间。宣和是宋徽宗的倒数第2个年号，甚至可以说是他最后一个年号，因为他最后的一个年号就是靖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就出差到了武国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综上所述，《清明上河图》创作的时间不应该是很多专家认为以及在剧中表现的那样是在宣和年间，而应该是更早的时间，至少应该是在徽宗执政以前。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依此解开另外2个未解之谜。第一，明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首辅叫李东阳，他也曾经收藏过《清明上河图》，在他写的跋中提到过，在《清明上河图》的卷首处有宋徽宗亲自用瘦金体写的5个字“清明上河图”，而且他还加盖了用于私人收藏的双龙小印。那这是不是能够证明《清明上河图》是徽宗时代的作品？我觉得未必如此。刚才我们说了，像《清明上河图》这样一个并不完整的作品，在徽宗朝时期恐怕都没有机会呈送到宋徽宗的面前。但如果它不是徽宗朝的作品呢，那宋徽宗对它的标准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宋徽宗仍然可以喜欢，仍然可以收藏，
所以宋徽宗能在这幅作品上题词盖章，更加说明了这幅画很有可能是徽宗朝以前的作品。那么张择端自然也就不是宋徽宗的翰林。第二个疑问就是《清明上河图》未能入选宣和画谱之谜。宣和画谱呢，是在宣和2年时编纂完成一个记录宋徽宗期间内府收藏的绘画作品的谱录，其中包含了从晋到宋总共6500多件作品。既然宋徽宗喜欢《清明上河图》，在上面是又题词又盖印的，那么为什么《清明上河图》未能入选成为这6500分之一呢？这个问题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认为呢，这很可能是政治原因，因为编纂宣和画谱的人是当时的权臣蔡京，蔡京是新党人士，所以当时旧党人士的作品一律都没有收录入宣和画谱，包括苏轼、黄庭坚的作品。所以有人认为张择端就是旧党，这也是他的画作未能收录其中的原因。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张择端与旧党有什么关系。也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是完成于宣和2年以后，而这时候宣和图谱已经编录完了，所以它未能收录在内。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向宗回在宣和2年的时候早已经作古，那既然他能够收录《清明上河图》，就说明《清明上河图》一定是创作于宣和以前。那么《清明上河图》没有收录入宣和画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的推论，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推想。其实很简单，因为宣和画谱所收录的全部都是内府收藏的绘画作品，在编辑图谱的时候，很可能《清明上河图》已经不在内府收藏之列。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不对，毕竟徽宗皇帝是在上面加盖了自己私人收藏的双龙小印，这就说明内府已经收藏了。的确，内府确实曾经收藏过这幅作品，但应该在很短的时间以后，徽宗就将这幅作品送人了。送给谁了呢？送给的正是向宗回。所以这幅画没有出现在宣和图谱，而是出现在了项氏评论书画记。那么徽宗为什么要将这幅画送人呢？难道是不喜欢吗？你还别说，还真有可能是。徽宗当然知道这幅画画得很好，可以说已经是界画的天花板了。所谓界画呢，就是绘画的时候需要通过戒尺来走线的这样一种绘画种类，主要呢用于绘制建筑物。但很可惜，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宋徽宗的菜。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幅作品在宋徽宗眼里是一幅并不完整的作品，他没有做到诗画书印四位一体。宋徽宗可以接受它，但并不一定会喜欢它。从绘画风格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从现存的宋徽宗时代的画作风格上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绘画作品的主流审美。这也就是后来被美术史上称为宣和体的艺术形式，与之前风靡于北宋画坛的金体画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追求的是明艳的色彩和工整的布局，反映的是宫廷贵族的生活。宋徽宗本身就出自于深宫，他对宫廷的贵族生活有着极高的品味。在他继位以后，他的这种审美情趣也很快改变了整个北宋画坛。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明显不属于宣和体的范畴，它是属于在这之前的金体画的范畴。金体画追求的是趋向清野，陶然香乐。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古木寒林、秋山野渡、幽人异事，能够看到很多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格与在他之前的唐朝的金碧辉煌的绘画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他身上，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这种堂而皇之的贵族气，取而代之的呢是宋人朴实的平民写实艺术。那么这种变化又是从何而来的？实际上，这种变化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唐末五代以来，门阀贵族纷纷的瓦解，而到了宋以后，大力的推行科举制，大量的从平民阶层中网罗人才。所以宋代也呈现出了与唐代截然不同的社会风貌，一种更关注平民百姓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而这也影响了当时的绘画作品。金体画是盛行于宋徽宗以前，更准确的说，在宋徽宗之前的宋哲宗时代已经开始趋向于没落，加之宋哲宗执政的时间很短，所以金体画最盛行的时间就是在宋神宗时代。这从另一方面也佐证了
清明上河图》很可能是绘制于宋神宗时代，这也能够解释了为什么宋徽宗要将这幅画送给向宗回。因为向宗回的姐姐向皇后就是宋神宗的皇后，汴河上下的这份繁荣应当归功于他们夫妇二人的治理有方。所以宋徽宗将这幅画送给向宗回，也是想告诉向宗回，他没有忘记向太后对国家社稷的贡献。虽然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向太后为了一己之私，将一个本来最不应该做皇帝的人推上了皇位，由此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置于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宋神宗如果泉下有知，断无宽宥之理。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向下推理，如果宋神宗是出于这个动机送给向宗回这幅画的话，那么他会不会将一幅如专家们所言充满了凶兆与预警的画送给向宗回呢？难道他是想告诉向家人说，我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以前向皇后参与朝政时结的因吗？很明显不是。那么要么是宋徽宗愚钝，他没有看出画中的玄机。宋徽宗的确是一个昏君，不过他昏是昏在他的坚持上，而在艺术方面，我们真的没有资格质疑宋徽宗对艺术品的感知能力。特别是如果画的是本朝的事物，他的敏锐肯定会远远超过几百年以后的那些专家们。所以在宋徽宗眼里，这并不是一幅什么盛世微图，而不过就是一幅反映真实市井生活的画作，朴实低调，虽不奢华，但充满了烟火气。由此我们再进一步的推理，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二字也许指的并不是清明节，而更有可能指的是政治上的开明。清明二字应该出自于后汉书的故姓得生清明之事，这和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那4位诗人的表述是一致的。说到这儿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大不以为然，清明上河图怎么可能是这样一幅平平常常的作品呢？那些预警，那些暗示，那些潜台词，那些话外音，难道都不存在吗？这里呢，我想先表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所有上述的这些都是后世的人过度解读造成的。那些所谓的凶兆，其实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那些暗示更是过度解读，甚至是错误解读的结果。咱们先来看看那个被谈论的最多的所谓的船桥危情。在画中有这样一幅画面，当时一条船正在穿越虹桥的桥洞，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船工们忘记了放下船上的桅杆，眼看着桅杆就要撞到虹桥的桥底。有很多人将此解读为大宋即将面临的危险，是张择端对宋徽宗的预警，是危险即将来临的讯号。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船桥危情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这条船并不是要高速的通过虹桥桥洞，而是非常缓慢的穿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逆流而上，这从桥洞下的几个纤夫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逆流而上的时候，船才需要纤夫来拉动，所以当时这条船行进的动力完全来自于纤夫的拉动。而途中我们可以看到，纤夫们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纤绳，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桅杆将要撞击到桥洞，所以已经停止了拉拽。那也就是说，这时候这条船已经失去了动力，它之所以还能向前移动，不过是刚才纤夫拉船的惯例使然。所以以这样的速度，即使桅杆撞到了桥底，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最多桅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桅杆后来还是可以降下来的，船仍然可以安然的通过桥洞。不管是对船上的人还是桥上的人，都不会造成任何的危险，不会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这一点从桥上人的举动中也能够看出来。桥上的人，有人在观望，有人在指手画脚，有人甚至根本就不理睬，还专注于与别人的吵架，干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想要逃离这座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没有任何的危险，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恕我眼拙，我实在看不出张择端画下这些能够有多大的警示作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各位有机会俯瞰一下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在早晚高峰时期的情景，会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这儿撞车了，那儿发生了追尾事故，这儿有人摔倒了，那儿红绿灯失灵了。
如果你把这些情景都画下来或拍下来，那么后人会不会因此认为你是在发出一个危险的预警？那可真是有点杞人忧天了。这些明明都是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它能有什么警示作用呢？还有人说，最危险的并不是船桥危情，而是在河边停泊的那几条船，上面装的是花，而不是老百姓吃的粮食，这就更加让人无语了。你怎么知道这条船在装花之前没有装过粮食？或者你怎么知道在它装花之后又不会再装粮食呢？这完全就是过度解读嘛。还有一位专家提到了望火楼，认为《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望火楼中竟然无人驻守，而且楼下的兵营也全部变成了商业场所。这就说明当时宋朝纪律松懈，军队只知道赚钱，失去了防范意识，这终将酿成大祸。这自然也是张择端发出的一个强烈预警。不过这位专家可能没有搞清楚，图中所绘的是望火楼吗？宋朝时期的望火楼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望火楼一般都是建于坊巷之中，楼下一般都设有兵营，里面住着消防兵。望火楼建在坊巷之中，就是为了能够最快的发现火情，迅速的扑救。而在图中的这个所谓的望火楼呢，很明显它是建在郊区，是居民区的外缘，而且它的另外三面要么是菜园，要么是空地。在这个地方建望火楼，能够发现什么火情？难道是菜园中的鬼火吗？其实画中所画的就是一个供人休息、登高远眺的这么一个凉亭，而下面的那些商业设施的存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还是这位专家看到图中所画的一段城墙，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坍塌的土城墙上已经长满了草，甚至长出了几棵树。由此这位专家就认定，这也是张择端对宋徽宗发出的另外一个警示，说北宋疏于国防建设，兵将懈怠，这也为后来金人入侵埋下了伏笔。这位专家恐怕又忽视了一点，图中所画的不过是东京汴梁的内城墙，而真正起到防护作用的则是东京城的外城墙。外城墙一般都是由砖石建造的，而内城墙则是由土堆成的，所以它上面才会长草，甚至长出了树。内城墙的本身也没有什么防护作用。其实试想一下，大家也能明白，如果东京汴梁的城墙都是这样的话，那么还会有以后的东京保卫战吗？李纲还能率领着北宋官兵抵挡住金人33天的围攻吗？如果城墙真是这样的，金人甚至根本就不用搭云梯，他们侧一侧身不就可以进来了吗？顺便说一下，这位专家还认定这个《清明上河图》描写的是徽宗时代场景的依据之一。他说图中的女子穿着的都是短被子，而在徽宗朝之前，一般女士穿着的都是长被子，是在徽宗以后才改成短被子的。所谓的被子男女都有，就是穿在最外面的那件罩衫，长的可以及脚面，短的及腰部。很可惜，这位专家没有给出他这种说法的出处，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具体记载，所以无法否定这位专家的说法。不过呢，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穿长被子与穿短被子的都有，这点呢，我觉得倒是比较符合常理。被子的长短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因场合而异。图中所示的女子，要么是处在休闲时刻，要么是处在劳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穿短被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更合理一些。这位专家还忽略了图中的另外一点，就是图中的牲口驴和马的数量。有人做过统计，在《清明上河图》图中总共画了49匹驴，21匹马，驴的数量是马的2倍还要多。而据宋人王德臣的主史记载，京师吝驴，图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马也。说的就是在宋神宗熙宁年以前，驴比马多，而熙宁年以后皆是马也。王德臣本人呢，本来就是宋神宗、宋徽宗时代的人，他也长期在汴梁做官，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而图中所见，驴的数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很明显是宋神宗熙宁以前的情景。如果是发生在徽宗年代的话，那应该是马比驴多。顺便说一下，为什么熙宁以后马匹就多了起来呢？这和王安石的变法有关。
在西宁以前，马匹都是由官府进行牧养。这样做呢，不仅是花费巨大，而且收效非常的不好。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推出了保甲法，就是将这些马分散到民间，由保护根据自己的能力向国家提出领养。养马者可以免除一部分的赋税，国家呢也会根据马匹的数量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对于马户来说，既免了赋税，而且马又可以用于耕作，用于出行的代步工具，还能得到一定的津贴。这样养马的人就多起来了，养马的人多了，马也就慢慢的多起来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战马的保证，所以才会有了宋神宗期间王韶的西河开边河湟大战的重大战果，也为北宋拓疆2000余里。当然了，保马法后来也显出了很多弊端，但这些弊端很多是由于地方官员强行摊派造成的，这是后话，咱们就暂且不提了。总结一下，其实《清明上河图》的背后并没有什么玄虚，也没有什么预警，它不过是宋神宗期间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也算不上什么歌功颂德。张择端想要展现给大家的不过是一幅真实的画面，虽然其中有船桥危情、金马这样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场景，但这些不过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真实也就增加了这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仅此而已。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展现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的情景的话，那宣和年间离北宋灭亡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那时候已经爆发了方腊起义、宋江起义，花石岗也已经搞得民怨沸腾，而北方的金人也是蠢蠢欲动。所有的这些都是显而易见，又何须张择端用如此隐晦的方式向宋徽宗发出预警？而且宣和期间的东京汴梁可远没有画中所展现的那样平静，那样安详。咱们再回到《清明上河图》，你喜欢这样的东京吗？有人会将东京与唐朝的长安相比，长安与东京都是100万级人口的大城市，长安要比东京大很多，要大1倍以上，所以东京的人口更为密集，也显得更具有烟火气。与长安相比，东京的高门大户们没有了独处一隅的特权，豪门大户的高墙外就是升斗小民的居所，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而城墙之外则是自发形成的一个个的城镇，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所以城门就没必要关闭了，东京也就成了一个城门常开的大城。长安因权力而生，东京因商业而兴。长安高贵，令人觉得高不可攀；东京质朴，充满着生活的气息。长安令人敬畏，东京则让人亲近。它是那样平和，平和的就像每年悄然而至的圣诞节，没有绚丽的烟火，没有华丽的游行，有的只是一个燃烧着的壁炉，一棵闪烁着的圣诞树，以及圣诞树下摆放着的来自亲友的礼物。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咱们明年再见。